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大事儿了！今天咱们主要来讲3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呢是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是思想层面上的事儿。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就是咱们的第3件事儿，面具人会讲一下狗狗币现在又暴跌了。各位目前有持有狗狗币被套牢的、做狗狗币亏损的朋友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除了狗狗币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好的投资道路了？好，咱们先来说第一件事儿啊，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我的频道哟。大家还记得印度那边的疫情不？最近真的是很严重呀，而且呢，这个病毒还变异了。出现了一种能让人体产生真菌感染的变异病毒。什么叫做能让人体产生真菌感染呢？说白了就是身上长蘑菇，明白了吧？人体感染了这种变种的混合病毒以后，体内还会伴随并发真菌感染，然后呢就会出现脸上呀、手指头上长一些黑木耳的症状。画面太和谐了，在这里啊，那个病的症状我就不公布照片了啊，大家自行脑补。最近呢，这个疫情变异的病毒还挺多，台湾那边呢也流入了变异病毒，越南那边也是。越南卫生部长阮清龙也表示，他们检测到了一种新型的新冠变异病毒，应该是英国和印度变异病毒的混合种，也就是说是多重混种病毒，新的变异。科学家在检视近期的部分患者的感染病毒的基因序列以后啊，发现了这种新版本的冠状病毒的实验结果显示，这款混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可能会更快。哎呀，这个病毒变异来变异去，真心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电影里面那种生化危机的 T 病毒，人类直接能够靠病毒超进化了。不仅如此呀，就连号称全球防疫最牛逼的中国大陆也防不住这个变异病毒了。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显示，广州已经发现了有人感染变异病毒了。广州的本轮疫情已经确认感染的是在印度发现的变异病毒，这种变异病毒具有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的特点。而且呢，这种变异的毒株也是首次在中国国内出现社区传播。社区传播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居住的社区很可能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病毒了。一说到这个病毒呀，大家可能会想到，那大家不是都打预防针了吗？对不对？这个预防针呀，就目前来看呀，还都是对这些病毒有效的，就是看这个效率的高低的问题了。当然了，肯定没有100%能治病的药嘛，对不对？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耐药性呀、基因呀都不一样，对不对？而且这个病毒感染到每个人身上也都不一样。不过呢，你说这个预防针有了总比没有好，对吧？就怕这个变异病毒以后变异出来更怪异的病毒就麻烦了。总之呢，面具人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毕竟嘛，这人的身体坏了，人挂了，这对币圈来说可就是大利空呀。人都死完了，哪儿还来人炒币呢？你和鬼炒呀，对不对？好，炒币的事儿咱们节目最后再说啊。好，咱们再来说一个思想层面上的事儿呀。今天是6·4纪念日，对吧？可能到我发节目的时候都已经是6月5号了。无论如何，面具人我还就是要在6月5号说6月4号的事儿。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有人问我，你面具人作为民主圈的大 V， 为什么不纪念6·4呢？来，面具人我给出的理由就是，中国人不需要形式主义，中国人不需要跟风主义，中国人更不需要集体意识，中国人也不需要一场掺杂着各种阴谋丑恶血泪的失败。
这就相当于很多人在张国荣纪念日跟风纪念张国荣，然后你就问他张国荣都唱过哪些歌，他可就答不上来了。就像很多中国人，他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哭丧袁隆平，很多人对袁隆平根本就不了解，还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6·4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积极意义在哪儿，它的消极意义在哪儿，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开始盲目跟风，别人纪念我也纪念，别人吃屎我也吃屎，那别人跳楼你跳不跳？咱们华人呀，就是喜欢搞什么形式主义，跟风跟节奏。就像网络上流行一个什么短语，好像他自己不跟着叫2声他就难受，别人说躺平你也说躺平。鲁迅先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那就是村里面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跟着叫了起来。鲁迅先生说过，村头的狗叫了，村里的狗也叫了起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叫。中国人缺乏的是自主能动性、自主思考能力，而不是跟着大家星星点灯，我是护旗手，或者像香港人那样在大街上点蜡烛点灯，想要民主自由啊！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才能要到民主自由啊？一个人想要民主自由，他自己自由了，他就自由了，很简单。你觉得中国不好，你移民到自由国家去，你不就自由了，对不对？一个人想要自由，他首先要在个人的层面上做到思想自由。一个人想要民主自由，他先要做到个体强悍。你们要记住了，集体意识之中没有自由，个人的意志必须追随集体。再加上你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你就去神化它，而且还是失败的东西。失败的东西有什么值得膜拜的？如果说失败是值得膜拜的，那成功呢？6·4这中间到底有多么的各种肮脏交易，各种的背叛尔虞我诈，我相信各位没有几个能来龙去脉完完全全的了解清楚吧，对不对？咱们不用了解过去了那个事情已经是失败的，已经是翻篇了。想看看6·4的人都是什么怂样子，就请看当年那些6·4所谓的英雄，如今都在做什么造谣、要饭、骗捐、宣扬阴谋论、传播病毒、撒谎、割韭菜、挺川、造神，天天说什么神选之人，还要搞什么政教合一，这是民主吗？而且呢，还有一些人更甚，阻止大家打预防针。面具人，我也并不是说这个预防针好呀，对吧？难免有过敏反应，或者是是药3分毒嘛。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无奈之举。可是你们仔细观察这些所谓的民主大神他们是只针对欧美的预防针去攻击，却从不说中国的预防针哪里不好哪里不好，这妥妥的就是双标嘛，对不对？而且呢，这些人谁给他钱他就说谁好，明白了没？大部分中国人他的思想根本就不自由，他的思想始终都会有一个拴马桩一样的东西拴住他，要么是钱，要么就是愚忠愚孝，甚至是行为主义、集体主义。中国人最愚蠢的就是喜欢搞什么行为主义、集体主义，别人干个啥你也干个啥，知道不？那你就根本不算个人，你就是那种蜜蜂、蚂蚁，知道吗？蚂蚁就是这种行为，蜜蜂也是这种行为，别人干啥它也干啥，就跟那种蜂巢、蚁巢、虫群一样，一个蚁后一个蜂后，能仅凭一个很简短的信号，让所有的蜜蜂、蚂蚁做同样的动作。中国人就是这么低等，知道吗？你还不信？你还不服？你觉得辱华？不信你看嘛，网上只要流行出来一个什么短语，躺平呀啥的，别人说躺平你也说躺平，他也说躺平，好像你不跟别人学，你不跟别人的风，你的菊花就跟抹了2勺辣子一样难受，是不是中国人呀，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由为何物
别人哭丧袁隆平，你也哭丧袁隆平；别人吃屎，你也吃屎啊！就像那很多那些骗子博主啊，下面那些留言跟风，哎，你说得好，哎呀，太棒了，太好了，英俊潇洒，美得很。然后嘞，你一看别人的留言，哦，觉得好得很，然后嘞，你就跟风，你就被骗嘛，对不对？没脑子，你真的没脑子。那蜜蜂是多大的脑子，你就是多大的脑子。好了，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狗狗币吧。面具人，我再次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网络空间假多真少，看网络节目的时候啊，看看就对了，一定要带上自己的脑子。你看那些什么博主的播放量、点赞、留言都是能刷的，都是能买的。哎呀，就这些最 low 的骗术就能骗最蠢的傻逼。网络世界假多真少，你们被人骗，被带节奏，能被骗住了，那就证明你没脑子，没办法嘛。中国人就吃拉脱这一套。你看那些骗子博主的频道下面的留言，假的都不能再假了，清一色的假留言，捧臭脚，舔屁眼儿，说什么太好了，太棒了，太厉害了，哎呀，我跟着你赚钱了，哎呀，老师你说得好，哎呀，老师我今天不看你的节目我就睡不着觉，哎呀，老师我今天不看你的节目我就硬不起来了，哎呀，老师呀，你让我今天3倍杠杆赚了5倍的钱了。就是这些机器人的留言，然后呢再配上这些个假点赞、假播放，让人看起来觉得哎呀，哇塞，好厉害哟，大神哟，然后呢就被带节奏，就被骗。哎，你们也不想想，你看这些图片啊，1000多个人、2000多个人点赞，就只有10几个人点彩，这个比例你能拿脑子算出来不？正常不正常？没办法，傻就吃这一套。然后呢吃完了这一套，就被崇拜的所谓什么大神偶像带去割韭菜。什么叫做幸存者偏差啊？你看他好像有几千几万的播放量，对吧？你觉得他很牛逼，实际上呢也只是巧合，你看到了他的节目，懂了没？万一人家只有200个播放量、500个播放量，剩下的播放量是刷的，刷到了5万6万，可是呢刚好就怼上了你这个傻逼，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觉得他牛逼，然后呢你就跟风，你就被骗。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根本都不懂这些网络博主还有跟那些币商交易所是怎么玩的，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套路和内容共享。哎呀，有些东西呢我不能说出口，太黑了，我不能在节目里面公开说，有些东西是行业的潜规则啊，我也不能说太多，免得挡了别人的财路，是不是？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呀。这些话呢我只能给我的会员说。而且呀，面具人我还要警告一下各位呀，你们看到的面具人的名气都是真的，你们看到面具人有几万的播放量，就是有几万人看。我从来不买播放量，不刷赞，不买留言，我的点赞留言都是真实的。还留什么言呢？留言我都给关了。面具人不需要刷留言拉托，我凭的是实力。我到底有没有实力？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过往的节目的时间点，然后再对比一下当天的币价，就知道面具人说的准不准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最近还是有很多人冒充面具人骗钱，大家要小心了。我没名气的话，能有人冒充我吗？对不对？还有呀，很多这些个同行骗子博主呀，就是那些带团队的博主造谣我说我这不好那不好。面具人我先说好我也不黑他们了咱是凭实力走江湖的。我先说好，我不带团队，我也不扎针，我也不做合约，我也不会把我的会员的资料卖给任何一个交易所和币商。我的会员群就是纯粹的大家交朋友，分享实战经验，分享买入信号卖出信号。至于你们喜欢那些个吹牛逼的骗人的高深莫测的什么技巧分析呀 K 线分析的那些博主，那你们就去那些骗子博主那里跟着人家做，对不对？最后呢人家把你的钱黑了，把你拉黑踢出群，你又能有啥办法，对不对？
你连毛办法都没有，是不是？好，咱们最后说一下狗狗啊，这个狗狗币现在呀已经沦为了消息币了。目前的狗狗币只适合做波段了，做长线呢已经是非常不划算的了。狗狗币相比于其他的币的竞争力的确不足，狗狗币能做到的，其他的币也能做到；其他的币能做到的，狗狗币未必能做到。大家想短撸一下还是可以的，0.35、36、38入都可以，狗狗币还是会震荡上调到0.42、43、44的。但是呢，狗狗币的整体市场的信心已经几乎快消耗殆尽了，它已经一而三，三而再的力竭了，狗币已经越来越衰竭了。你们要记住，资本市场的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竞争淘汰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出现了下一个潜力股，狗币就是昨日黄花，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会挂掉。狗币越是横下去，它越是不妙，而且呢，后面还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呀。不说别的，咱们就来看面具人我经常说的 cake 币、蛋糕币。就如我昨天所说，20美金价位的时候，手中没有仓位的朋友们可以尝试在20、19的这个价位尝试建仓。如果说已经有仓位的，那就再耐心一点，等待回调。但是呢 cake 币的再次回调的话，也很难过16、17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没仓位的就早上车，早挖矿，早收益。同样是做长线，你狗狗币没有蛋糕币天天很简单的那个糖浆池挖矿就能产生收益那么容易。狗狗币的被动收益几乎是没有，只有涨跌能带来收益。但是蛋糕币不一样呀，蛋糕币它涨跌不会影响我的多少的心情的，反正我每天挖矿卖矿都够我老婆女儿的生活费了。我真不是给你们夸张说啊，你们看图，每天就是能挖几个蛋糕币，然后呢折合人民币几百块钱嘛，对不对？而且你再看这张图 ，Cake 在17的这个点位应该是支撑维持住了的一个强力支撑点位，18以下挂单的、买入的、等着入场的人非常的多，买入明显大于卖出，买入的期待很高，所以呢蛋糕币就很难跌下去。看到这张图以后啊，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都会有杆秤了。这个研究结果呢，我早就已经在我的实战群里面发布了，16到17应该就是 Cake 最近的支撑位置了，包括会员专属的社区帖子里面我也发了。总之呢，这个 Cake 币、蛋糕币入了以后就很安心。可是呢，这个狗狗币呀，确实让人差心慌呀。在这里啊，面具人最后想给大家声明一下，面具人不带团队，不做合约，不出卖任何消息。面具人不带团队，不做合约，不出卖任何一个观众的消息。而且面具人没有和任何币商交易平台有所合作。当然了，有很多币商还有交易所的高管甚至老板来找面具人谈过合作。那面具人的影响力你们也能看到嘛，对不对？可是呢，我全部都推了。我真的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面具人出国之前真的那就是尊敬的战友们好，今天你们健身了吗？啥大钱我没见过，对不对？咱们的会员群就是一个字儿，简单干净单纯。我现在呢也就是闲云野鹤混混日子至于那些什么搞套路这种事儿我干不来，带团队的事儿我干不来我真不是给你们吹牛逼呢，真的，如果要干带团队的事儿那我一天都能赚10几万甚至几十万，我还用在这儿苦口婆心的唠叨来唠叨去的干嘛嘛，对不对？最后说一下，咱们的会员群就是一个字儿，简单干净单纯。不对，这是6个字了节目时间有限，剩下的详细战略咱们会员群里面再说吧。要找我办理会员的，请认准我频道下方公布的邮箱为准错一个字儿都是骗子假冒的。
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视频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折扣哟。拜拜。